资本论》里就有讨论，就是在中国这个帝制下边，中国的帝制下边，这个主权跟产权是不分的。马克思讲这话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中国这个税跟租是不分的，税跟租不分，因为什么是租？租是产权产生的，什么是税？税是主权产生的。个人的权利，在中国一直是很弱。中国的传统意识，这个他的这个教育都是这个皇帝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国家是最重要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主权压过人权。即便在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背景下，当提出这个主权概念的时候，他都要提醒他，都要清楚的界定产权不是你的。而在中国从来就没这个概念，因为共产党宣言不是科学，只是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品。资本论呢是一个混合物，就是说它的这个它要证明的东西起源的部分是来自卢梭。包括现在的这个集体主义也是这个变形吧？对。而且有一种所谓的社会共识，就是任何个体当要说我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公众的压力就到那儿了。你怎么可以有自己的意愿呢？就是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意愿放弃什么集体的荣誉呢？从小了，从班级的荣誉到家族的荣誉，到整个国家的，就是这个社会共识是特别具体的，就是所有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今天也没变过。但这个就是其实是从最刚开始卢梭您说的这个 general views 这么一条线下来的，是吧？就是集体意志。对，他这个是这个，还是说对，还是说共产党后面自己他又创造出来的是苏俄那条线下来的？他是这样，这个共产党的理论，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建立的，马克思的理论是非常受卢梭影响的，就是任何人如果读《资本论》的话，你就会看到，就是他的大量的基本思想是来自卢梭，就是《资本论》呢是一个混合物，就是说他的这个他要证明的东西起源的部分是来自卢梭，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呢，它其实是一个他已经有结论要证明啊，然后他来构造这个证明。明白。那么他已经有的结论呢，首先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恩格斯就雇他来写这个《共产党宣言》，这个时候他才接触了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以前他不知道的，就是接触了共产主义的概念，然后呢要写《共产党宣言》，所以这《共产党宣言》就变成了他一生的这个目的，因为《共产党宣言》不是科学，这个《共产党宣言》只是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宣传品，这个是个宣言，是宣传品，但是呢，你要让这个运动有它的法理的支持，有科学，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19世纪，由于这个牛顿的影响，由于这个自然科学的大发展，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其实就是科学取代了这个神学，这个世俗的取代了神权，然后这个个人的对个人的这个超出了这个神的，主要是这个内容。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就是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呢，就是人们特别宠爱科学，就是你想要取代神，你要想取代宗教，你必须要有整套的科学才能取代，否则你没办法取代，因为宗教是整套的理论，那你这个整套的信仰，那个整套的信仰背后已经制造出来了整套的理论，就是基督教
是相当复杂的一整套理论，就是这个其中很重要的学者之一是 Erasmus， 就是发展整套的很能够自圆其说的自洽的一整套理论。所以你想取代基督教，你必须要有整套的理论，这马克思很清楚。所以呢，他的《资本论》是拿来证明这个，就是证明我说这个旧世界就要灭亡，新世界就要产生。那你这个听上去不就跟基督教一样吗？你只不过把基督教的东西换了个标签，那你怎么能有说服力？人说我是信你的还是信基督教呢？你既然用的这东西跟基督教差不多呢，我就信基督教就可以了。所以他要另发明一套，就是他后边做《资本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说他的大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受的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马利耶他们的这个影响，是巴贝就是这些东西的影响。那么，但是他这个论证的起点是来自卢梭，因为卢梭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卢梭是最早清楚的把这个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最早说出来的。所以呢，他就要论证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但是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这是不够的，因为你的目的是想消灭私有制，你逻辑上怎么能论证私有制最终是能被消灭的呢？就是哪里来的客观规律呢？因为他讲科学嘛，科学就是讲的是客观规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个规律，规律就是 law。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 law 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law， 所以它这个 law 在哪里呢？就是你要是信基督教 ，law 是上帝制造的，但是你要是信科学，这个 law 是你需要你要建立起来，你要建立起来，让人能相信有这么一个 law。所以呢，它实际上它发展的那一套跟社会进化论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是这么分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呢，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原始的，然后是奴隶社会的，然后是封建社会的，然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么几个阶段。然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它在理论上来证明，就是这个，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它其实呢这个地方又借用了亚当·斯密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亚当·斯密呢是说，这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指引的这个市场经济呢，能把事情就是都做很好了。但是呢，在这个马克思的时代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断产生这个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好几次了。那么他呢，就从这儿就开始论证了，说这个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就看不见的手会产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为什么产生这个？他说呢，是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呢，它的内在的这个矛盾。然后就说他自己有很大能力让这个东西发展，但是他一发展了以后，他内在的矛盾就产生了这些危机，而这个矛盾里最重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阶级对抗的。然后呢，他是说是这个社会化的生产和这个无政府状态的这个协调机制，就是这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他说这个两个之间的矛盾，所以呢，你这个东西最后这个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这个旧社会呢是一定要崩溃。那么就是你要是基督教呢，他会说这个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他一回来以后，这个旧世界就要灭亡，然后这个所有做过坏事的人都进地狱了，然后我们这些好人，这个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跟着耶稣基督了，这个世界就变了。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呢，就是说，由于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内在的这个矛盾，使得它最后一定会要灭亡，然后这个无产阶级就在这个时候要起作用，通过他们的这个革命，就把这个资本主义给灭了，然后呢就变成了共产主义。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是消灭私有制。
就实现了这个完全的平等。那么这就是《资本论》的一整套的这个逻辑。那这个逻辑它依赖的就是一个是起点是卢梭的东西，一个是它这个逻辑的构建里面大量使用黑格尔的方法，所以它是个混合物，然后再用了一些就是这个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有的一些讨论，比如说亚当·斯密的，甚至他也用到一些洛克的讨论，他也都用到这个，还有关于什么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产权，产权是什么意思等等，就是他这些相关的这些学术的文献他都使用，用这个方式构建了一个这个非常完整的一套体系，用这个体系来证明这个旧世界一定要灭亡，新世界一定要产生。但是这个思想的来源实际上都是能找到的，就并不是他发明的。在中国最后还是由于制度基因的原因，社会达尔文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宪政就推行不下去。个人的权利在中国一直是很弱，就是产权和人权从来就很弱，然后这个人也不能组织起来，所以当人们没有这些基本权利的时候，当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那么这个宪政的思想，宪政是很难发展，就是他对宪政的理解就都很弱，所以就中国就是都不要讲普通民众，就是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宪政实际上理解是很弱很弱的。就是哪怕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朝宪政方向推动，但是这个整个认识度还是很弱的，因为这个认识是关系到了就是人权、产权，就是很多人对产权有了一些认识，但是对于人权是相当不认识的，而且就是没有人权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人权的这个最基本的制度基因的情况下，朝宪政方向的推动实际上做不到的。就是有的人会说这个逻辑是反过来的，说因为呢是这个宪政是来保护人权的，的确宪政是保护人权、保护产权的，但是宪政绝对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绝对不可能谁送给你，就是宪政的产生实际上是它的条件就是必须这个社会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上的个人的私有产权和这个人权，已经有了这个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推动出来。所以这个看起来他们像是这个鸡和蛋的关系啊，但是这个鸡和蛋的关系一定是社会上已经先存在了相当程度上的个人的产权和这个人权，然后人们有了产权和人权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才会产生的。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就是另外一件事，因为这个长期以来，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意识，就哪怕不是共产党统治，就是中国的传统意识，他的这个教育都是这个皇帝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国家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主权压过人权，就这样，这个主权、人权这些概念全部都是外来的，中国自己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权力都在皇帝手里，权力都在皇帝手里，所以就没什么可以分的。就你之所以他要分出来什么叫做主权，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权力是能分开的。比如说当年伯旦提出来主权的概念的时候，他是为路易14服务，他为了帮助路易14。但是呢，他在提这个主权的概念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主权是你的，产权不是你的，你可不能侵犯那个产权。你可以看到，它是绝对君主制，
他绝对君主制意味着他都连这个贵族都要设法控制他们，来削弱他们。但是即便在这个背景下，这个他的学者就要告诉他，产权是不能侵犯的。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他的社会基础，就是你动了产权，人家就给你反了。就是你虽然是绝对君主制，你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人都跟你反了，你这个是不能稳定的，社会是不能稳定的。所以你必须尊重产权。就是即便在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背景下，当提出这个主权概念的时候，他都要提醒他，都要清楚的界定产权不是你的。而在中国从来就没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早在这个连马克思都看得很清楚，就是马克思《资本论》里就有讨论，就是在中国这个帝制下边，中国的帝制下边，这个主权跟产权是不分的，就是它的各种权利不分，所以它的词汇就没有，因为它不分，所以你为什么需要这词呢？这个词造出来都是为了要分开，它不分的，所以主权产权是不分的。那马克思讲这话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中国这个税跟租是不分的，税跟租不分，因为什么是租？租是产权产生的，什么是税？税是主权产生的，所以税跟租是不分的，因为国家又收租，国家又征税，这俩是一回事儿。所以呢，他说这个在中国这个主权跟产权是不分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资本论》里这个有这样的讨论。